已经回家过年的人，千万不要出来打工了。现在外面工作非常难找。如果你没有文化、没有技术、没有人脉、没有背景、没有资源，你莽撞的出来打工，那么将很难找到工作。在这个东莞虽然是制造业之都，但是它是缺少那些有文化、有背景、有技术、有人脉、有资源的人。那些普通人什么都没有的，只想出来靠卖力气赚钱的人，你是很难找到工作的。兄弟们，今年将是打工人最难的一年。那么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东莞凤岗，那么现在就是属于待定状态。但是现在外面还是有很多乡长在招。中国百业萧条，失业率飙高，青年就业是难上加难。年才刚刚过完，很多人又开始陷入了找工作难的焦虑当中。真的是要绷不住了呀！国内就业市场的寒意可能还要蔓延到2025年。就在前2天，统计局公布了12月国内的失业数据，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.1%，在连续下降了2个月之后再度反弹。按照2023年7.72亿的劳动总人口数计算，去年最后1个月又有70多万人失去了工作。至少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就业市场没有明显转暖的迹象，也就是说，今年很多人又要继续直面就业市场带来的压力。年后什么时候好找工作？年后任何时候都不好找工作。我现在想起年后找 Java 程序员工作的人乌泱乌泱的一大片，我都害怕。我现在真的慌得很了。而且年后找工的人多，到时候用人单位会非常挑剔。每个岗位他们都会认真的去面试，可能会叫几十上百个人过来面试，然后挑一个合适的。2025年你们知道每一个人将会有多难吗？我跟一个老板刚刚吃完饭，老板就给我说他们现在面临的一个什么状况，失业，企业破产，员工也跟着要受累，结果员工出去找工作，找了5个月，愣是没有找到什么工作，内心一直接受不了，等到后来半年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。这位网友说，现在除了卷互联网，还有别的出路吗？去看看现在外面实体店，你们知道实体店现在有多难吗？有一些店，你可能过1个月过去看，那个店可能就倒闭了。过完年有跑外卖的讲法的兄弟姐妹，耽误你2分钟，听我分析一下年后的行情。我个人觉得是不太乐观，是因为什么呢？2024年大家过得都很辛苦，有很多人可能在年前就把工作辞了，想年后比方说找一个工作过渡一下。现在什么工作过渡简单上手容易快呢？就是送外卖，这会导致什么呢？可能过完年以后一大批人就会涌入到外卖行业里边。90后的只要90后，90以上的可以回去了33岁以内的，33岁以上的一个不要。2025年找工作有多难？我的家乡是在洛阳市宜阳县的一个小农村。04年的我，今年冬天也差不多算是毕业了。本以为听父母的话，好好上学，考上大学就会有好的出路，可现实并不容易。年前找了好多份工作都不合适。我学的是铁路专业，想要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并不容易。年前面试的我，也迟迟没有收到录取的通知。年过完了，大部分工厂公司已经开工了，而很多从去年就失业的，或者是找不到工作的人，现在都处于纠结迷茫当中。我没办法跟他们打电话，我害怕他们问我工作找的怎么样了。前几天我突然突破了自己一件事儿，就是给我爸妈打电话。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我现在是失业在家，没有工作，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对于2个打了一辈子的工的人来说，他们接受不了。35岁负债了460多万，有多少90后的朋友跟我一样？在我债务爆发以后，我每天面对不计其数的催收电话，还有那些根本不知道是真是假的起诉短信。面对这些压力，我也寻求过我曾经帮助过的那些亲朋好友，可是你们能想象得到吗？我连200块钱我都借不到。今年的裁员大刀还是落到我头上了。2025年上班头1天，我早上还高高兴兴去公司，上午跟领导聊工作也毫无预兆，中午趁着午休和同事去隔壁眼镜城配了副眼镜，结果刚回公司，好朋友哭丧着脸就来抱我，那一刻
我瞬间心里明白了，其实公司情况不妙，也不是一天两天。早在9月就裁了2名同事，从12月初我也就闲下来，新项目也没谈下来。我闺蜜昨天给我打电话说，他们公司裁员近70%，这是概念。她所在的公司是一家总规模上千人的大型重工业公司，我一直觉得是很稳的一个工作。他所在的部门由原来的100多号员工，从今年年中开始辞职，到现在为止只剩了30多个人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啊，就是原来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儿，现在一个人要干4到5个乃至更多的活儿。还有很多人为不让家人知道自己失业找不到工作，每天在图书馆里坐着，继续假装上班。据说呢，今年还新开了不少假装上班公司。这里是假装上班有限公司。如果最近你失业了，没地方可去，不用去车里挨冻了，也不用在家里被语言轰炸，可以来我这里假装上班。这里呢是办公室，我给你布置工作任务，但你可以选择不做，也可以体验跟老板摔桌子的快感，把之前不敢发泄的情绪都发出来。在这里可以喝茶，还可以尽情的吹牛逼。上班时间是早10晚5，随时请假，随时批准。不给假，你可以把我开除了。如果待够了，不知道干啥了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研究点事儿做。我是说，如果真赚钱了，前2万名粉丝都是我的精神股东。这里是假装上班有限公司，因为最近失业率特别高，所以我开了一家公司，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业务，可以随意假装上班。别操心了嘛，我上着班呢，我有工作。如果你最近失业了，想瞒住家里人，可以来我这里假装上班。在这里，我可以为你提供1工位，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玩手机、打游戏，也会定期巡视，让你摸鱼的快感。你被假装给你安排工作，你可以用任何理由拒绝，并且把邮件摔在头上脸上。一天只需30块钱，2荤1素，中午晚饭，早中晚午不用打卡。在广州，假装上班的人多到超乎你的想象。走进图书馆、星巴克，满眼都是那些失业后佯装忙碌的身影，从早泡到晚。公司楼下的星巴克，早上9点到晚上6点，一堆人面前摊着笔记本，看着很拼搏，实际上大脑在放空，纯粹就是在做戏给自己看。一到月头发工资，心里面就得揪起来，咬着牙刷信用卡给家里面转账，就是为了保住那一点点颜面。囊中羞涩啊，只有自己才懂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这广州的网友说，这股失业潮跟台风过境一样，破坏力十足，工厂停工，工人下岗，餐厅歇业，服务员失业，连写字楼里的白领都未能幸免。搞 IT 的、软件开发的，以前有多吃香，如今呢就多么穷困潦倒。他认识一位客户，在广州一家知名的互联网企业做研发的，年初就被裁了，现在到处都投简历。我被裁员了，外包，29岁，未婚未育。裁员原因是甲方下面的所有项目组都要被裁，我们是走的第一批，3月份还有一批。公司给我们的安排就是口头通知我们待岗，只给我们发一部分工资。今天被裁员了，北京大学硕士毕业，在互联网大厂工作1年多就被裁了。现在的互联网行情真的是1年不如1年。今天我还在羡慕他拿着30万的高薪，明天他可能直接失业没收入了。前几天我和之前在互联网大厂上班的同事聊天，他说公司的裁员风波来了，他在裁员名单里，但是最终被裁的是那个最积极、加班最多的那个。虽然逃过了一劫，但是他感觉最近他的领导很push，经常找他谈话，估计很快就会进行下一波裁员了。昨天上班的时候，领导把他叫去谈话了。其实他们公司上半年就开始裁员了，部门12个人只剩下8个人。目前说还要裁掉一些人员。我们家一直靠老公一个人挣钱养家，有1800的车贷，2个上学的孩子，我又全职在家没有工作。哪怕我们1个月生活费控制在1000元，每个月也是要花销几千块钱。本来想着这几年我们努力存钱买到新房，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真的让我们措手不及。我也能感受到老公的无奈和在地产公司会裁失业，每个月的房贷一打不动要7000多，家里还有2个小孩子，年前是投了很多简历，但都好像石沉大海一样。只有保险公司回复说我符合要求。这2个月家里都是入不敷出，现在有2条路摆在我的面前，希望大家帮帮我。第一条就是跑网约车，实践上呢比较自由，不兼顾家庭，就是不知道收入怎么样，能不能养活一家人，心里还是挺无底的。网友说，他想到第2条出路就是去外地打工，别人不去的地方我去，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去做，这样是不是我就有了优势呢？但是却照顾不了家庭，感觉特别的迷茫。我被裁了，在我34岁生日的时候，公司给了我一个大礼包，工作10年第一次被裁，
也算是比较幸运吧。职场里边被裁的往往都是那种比较好说话的、比较老实的，像我这种。那种会哭的孩子就会有奶吃嘛。我从来不哭，我太坚强了。2024年对于我乃至我们全家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一年。3月初，我接到了原单位裁员的消息，我想不明白，212硕士毕业的我，拥有10年工作经历的我，一年200多天出差在外地项目上的我，为啥说裁就被裁了呢？来不及过多难过的我，第一时间就开始海投简历。毕竟34岁的我拖着上百万的房贷，还有2岁多的孩子，我不敢想象失去收入来源的日子怎么过。4岁失业了，24年过得真是太憋屈了。为了保住工作，每天唯唯诺诺，心惊胆战，害怕这个领导不开心，害怕那个领导不满意，担心下面干不好，生怕丢掉这份工作，但是最后还是被裁员了。24年。我换了3份工作，算上这次被裁了2次。以前失业送外卖、送快递，跑滴滴的好歹能够养家糊口。现在各大小城市的马路上全是这些人在跑，单价低的让人心寒，挣的钱也是少得可怜。有车贷房贷的人就更惨了，一旦失业，断供的风险马上就到了。而没有车贷房贷的人，在大城市生活成本也是不低的，物业费、水电费、日常开销，哪一项不是重担？很多网友都感叹，3年疫情好不容易熬过去了，不用再面临隔离，无法出门。可是为什么如今的行情比疫情还要艰难呢？2025年又该何去何从呢？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